各位大名们，玩过《战国无双》、人王或者只狼的话，你对日本战国武将的印象大概是8块腹肌，1.85米，披风一甩，帅到掉渣，战场上一个打100。但如果你真的穿越回1570年代的日本，站在一群战国大名中间，你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困惑：这帮人是小学生吗？没错，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战国武将最不愿面对的一个真相，他们的身高。首先，我们得先看当时全社会的身高基准线。根据对《战国志·江户初期遗迹》出土人骨的物理测量，16世纪日本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大约在155厘米至157厘米之间，而成年女性的平均身高只有143厘米至145厘米。1.55米的平均身高意味着在战国时代的大街上，一个身高1.65米的人就已经算得上挺拔，1.70米以上就是绝对稀有的高个子。第一组迷你组，武田家最恐怖的军团赤背骑兵的指挥官山县昌景，身高其实只有今天小学生的水平。根据甲阳军舰记载，山县昌景身材极其矮小，兔唇且背部微驼，身前身高被推算仅有130厘米至140厘米。然而正是这位小个子猛将帅甲匪赤背，打出了让德川家康战立一身的冲击力。武田信玄麾下的传奇军师山本勘助在甲阳军舰的描述中，同样是一位身材极矮的小个子。书中记录他独眼、跛脚、手指不全且皮肤黑丑，身高同样只有130多厘米，但他凭着绝顶的兵法谋略，成为了甲斐军团的核心智囊。作为从平民爬到顶峰的天下人，丰臣秀吉的矮小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在日本史里多次记录，秀吉身材极其矮小，面容奇特。根据对其遗留服饰铠甲的比例推算，丰臣秀吉的真实身高大约在140厘米至142厘米之间。顺带一提，史料《甲子夜话》记载，秀吉的儿子兼继承人丰臣秀赖长大后身高高达6尺5寸，约185至190厘米，体型魁梧。父子俩这巨大的体型悬殊，在当时就引发了外界对秀赖血统的诸多猜疑。第二组普通人组，关原之战西军领袖石田三成的身高正好在当时的平均线上。1907年，京都大学的学者对京都大德寺三玄院内的石田三成墓进行了科学发掘，人类学家对保存完好的遗骨进行了精密测量，根据其肢骨长度算出了生前的确切身高，正好是156厘米，完美贴合当时的全国平均线。江户幕府开创者德川家康的身高，可以通过其遗物铠甲以及冈崎大树寺内供奉的历代将军位牌来佐证。在德川家体系中，历代将军的位牌高度严格按照其生前身高制作，而大树寺内德川家康的位牌高度为159厘米。结合其遗留的当世具足尺寸，家康的生前身高被认定在156厘米至159厘米之间，同样是一个极其标准的战国普通身材。西国谋神毛利元就过去网络上曾流传他身高1.69米，但这并不准确。根据岩岛神社保存的毛利元就遗物铠甲实测比例推算，毛利元就的身高大约在158厘米至160厘米之间。虽然没有1.7米，但他凭借精明的地缘谋略，在西国打出了以少胜多的奇迹。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两位宿敌，身高差别并不大。根据山形县米泽市上杉神社保存的铠甲测量，战神上杉谦信的身高约为156厘米，而根据甲斐武田家遗留的服饰与画卷比对，武田信玄的身高大约在162厘米左右，略高于当时全国平均线。澳洲霸主伊达正宗的身高应该是至今为止最精确的了。1974年，专家对仙台市瑞凤殿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人类学家对其遗骨进行了测量，根据正宗的股骨与胫骨长度换算，伊达正宗生前的确切身高为159.4厘米，被后世称为日本第一兵的真田信繁，根据其遗留的红漆鹿角铠甲尺寸与家族记载推算，身高大约在163厘米左右，高于平均线。下面是第三组鹤立鸡群的战国巨人组。在平均身高只有1.55米的时代，如果某个人的身高能超过1.7米，
他在人群里带来的物理威压是极其可怕的。根据葡萄牙传教士弗洛伊斯的亲眼目睹记录，性长、身材高挑、体格修长，结合其遗留的着物与铠甲尺寸，性长的真实身高大约在169厘米至170厘米。在1.5米几的人群里，1.70米的性长拥有明显的俯视优势。斋藤道三的儿子斋藤义龙《性长功记》记载，他身高高达6尺5寸，即约197厘米。不过，现代学者结合武士家谱普遍夸大的习惯推算，义龙的真实身高大约在175厘米至180厘米之间。即便按照1.75米计算，他在16世纪也已经是哥斯拉级别的巨汉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巨人是茶道大师千利休。根据等文献记载，千利休身材魁梧，身高近6尺，约180厘米。千利休设计的经典茶室戴安，内部空间小到只有2张榻榻米大，门洞极其矮小。想象一下，一个1.8米的魁梧大汉每天弯腰缩背挤进微型茶室里倒茶，反差感立刻就出来了。剑豪宫本武藏的身高出类拔萃，根据二天记以及他留下的木刀尺寸推算，武藏的身高超过6尺，大约在180厘米至184厘米之间。高大的身材配合他特制的长木刀，在单挑时占据了绝对的攻击距离优势。加贺百万石的缔造者前田利家经测量其遗物铠甲，证实穿戴者身高必须达到182厘米。四国名将长宗我部信清古籍《土佐物语》明确记载，其身高6尺1寸，约184厘米，皮肤白皙，仪表堂堂。在战国时代，一个身高1.82米、手持长枪的武士走在街上，其视觉冲击力相当于今天身高2米以上的超级中锋。最后一组是巨神兵组。如果说1.8米已是巨人，那藤堂高虎就是战国时代真正的巨神兵。根据藤堂家记及其遗留的巨大铠甲测量得知，藤堂高虎的身高超过6尺2寸，约190厘米，体重近100公斤。高虎一生换过7位主君，凭着1.9米的庞大体型和强悍战力，在战场上横冲直撞。德川家康对他极度倚重。最离奇的就是风魔一族的首领第5代风魔小太郎。根据江户时代的书籍记载，风魔小太郎身高高达7尺2寸，约216厘米，眼睛像铜铃，牙齿向外突出，声音能传到数里之外。当然了，这显然是后世民间小说对忍者首领进行的魔幻与怪兽化夸张，不可作为严肃史实对待。假设你身高175厘米，穿越回战国时代，走在街上，你会比99%的男人高。去拜访织田信长，他会抬头看你，然后感叹真是个参天巨汉。去拜访丰臣秀吉，他可能会怀疑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仙丹。如果你去当兵，你会被直接选为旗本贴身护卫，因为长得高等于看得远，等于能当瞭望塔。如果你身高180厘米以上，那你基本就是神了。当时日本人可能会认为你是从大陆来的巨人，或者干脆是妖怪。但如果你身高只有160厘米，恭喜你，你在战国属于威猛男级别，可以跟德川家康平起平坐。如果你对自己的身高没信心，想想丰臣秀吉140厘米统一了日本，你凭什么觉得自己不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